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哥。现在来越南大概快1个星期了，现在找对象的事情一点进展还没有的，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的，一点点进展都没有的。这个压力很大，压力真的很大。10月14号到越南的，今天都10月20号了。现在找对象的事情对我来说，真的脑子还是一片空白，一点进展都没有的。现在心里非常着急啊，真的特别着急啊，心理压力也特别的大，但是没办法，着急也没办法，着急也找不到。反正我感觉现在来越南找对象真的越来越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越南女孩子现在都特别的高傲，不理人，真的不理人。你搭讪的话，她也不怎么理啊。反正你跟她聊天的话，她也不怎么愿意聊。最主要是语言不通，语言不通是最大的一个障碍。你用翻译在这和她聊的话，也就聊个3、5句啊。再多的话，人家就不想理了，人家就不想聊了。但是不用翻译在这的话，听不懂，交流不到一块儿，所以很头痛，真的特别头痛。这两天的话也认识了很多越南女孩子啊，但是99%的都不会说中文，然后就是没办法交流，大部分人都不会说中国话，然后就是交流不到一块儿，没法交流。用翻译在这聊的话，也是聊个几句可以，多的话人就不想聊了。这个越南这边，他们现在都有工作，天天都上班呢，也忙得很，也没有时间谈恋爱，也没有时间聊天。你跟他发信息，他偶尔回一下，也不怎么回，因为他上班比较忙嘛，都是下班的时候给你回几句，然后就睡觉了。睡起来的时候看到了给你再回几句，然后又没有下文了，就这样，感觉现在太难了。所以现在感觉在越南这边想找对象真的比登天都难。现在这两天也遇到了很多找对象的一些朋友，但是他们也都没找到。越南女孩子现在真的特别高傲，反正她也不怎么理人啊，好多都不理人。你打招呼的话，她也反正就是聊几句他们就走了。反正就是现在越南这个经济发展起来了，他们这个生活水平现在也提高了，基本上也都有工作了，也多多少少都有点收入了，所以现在感觉特别的难交流。很多人也比较高傲，他也不愿意理人，所以我感觉现在在越南的话还是挺难找的。现在来越南马上1个礼拜了啊，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了，着急得很，真的特别着急。现在我就在这个工业区这一块了啊，在工业区今天也待第3天了啊，然后也认识了一些女孩子，但是都感觉没法谈恋爱。单身的大部分都年龄太小了，20岁左右的，这些我感觉年龄太小，不太合适谈。年龄稍微大一点的25到30岁的，大部分都结婚了啊，单身的非常非常少，单身的基本上都是20岁左右的。待了这几天啊，说实话感觉还是挺难的。网上聊的话也感觉很费劲，发了很多信息，回的人也很少。网上聊的话得费很大的功夫，1天2天的话也聊不成功。最快的方式就是，然后买东西的时候搭讪一下，聊个天，或者是在路边，然后遇到的，然后就是搭讪一下。但是这种方式的话，很多人他不搭理啊，因为你本来你语言都不通，你搭讪的话，别人也听不懂。要么就是有的人他会一点中文的话，他跟你是稍微打个招呼，然后聊几句他就走了，因为你会的语言太少了，想聊下去的话聊不下去了。再大的话就得用翻译在这来回翻译了。翻译的很多人他上班也比较忙，
他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在那边扯，反正就是感觉现在还是挺困难的。反正我感觉越南现在这个经济发展起来了，人的景气性也提高了，现在跟咱们中国一样，人变得比较难以相信、难以信任，反正就是景气性都比较高。一般情况下不相信陌生人啊，所以这个找对象的话还是得要长时间，短时间的话还是有点困难。这两天一直在这个工业区这块待着呢。工业区这块说实话，女孩子还是挺多的啊，很多在这边上班的，很多在这边打工的，这块中资企业也比较多。但是在这边上班的这些女孩子，她都太忙了，每天上班时间也比较长，她们也是12个小时上班，也要加班的，有的周六周日也在加班，反正就是上班也比较忙。一般情况下，中午这边没有人，越南这边天气比较热，中午基本上马路上没什么人，就早上跟晚上的话人多一点。早上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，比较多，还有晚上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人比较多。但是上下班的时候人多是人多，但是都是匆匆忙忙的，然后比较着急嘛，就是着急去上班，然后你跟他们也没法去聊天，也没办法去搭话，因为人家要去上班嘛，你问话的话，然后你随便聊两句就走了。反正我感觉这次来越南啊，比以前2009年的时候难找了很多。这次来的话，反正就是感觉越南女孩子比较难以相处了，现在语言不通，难以相处，难以交流。这个可能跟我这几天遇到的都不会说中文可能也有关系啊。遇到会说中文的话，可能还能交流一下。所以现在来越南这边找老婆真的太难了啊，太难了，找不到了。现在，找了1个礼拜，我都有点没信心了。中午天气很热，太阳很大，就现在马上11月份了啊。越南北京这边每天还是30多度，白天天天都是30多度，晒得不得了。他们这边基本上没什么冬天啊，东南亚这边一年四季都热，就是晚上的话凉快一点，白天的话就是大太阳。现在我准备逛一会儿就回去了，准备逛一会儿回去休息一下，晚上的时候再出来，因为他白天这边也没什么人。白天女孩子基本上都要么上班了，要么就睡觉了。反正外面的话就是一些骑摩托车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刚刚从外面回来。越南这边天气太热了，真的太热了。刚刚在外面逛了一下，也没什么人。现在我刚刚回到房间，我旁边的这个朋友也是在越南认识的这个朋友，他也跟我说让我去沙巴呢。所以我现在这个思想有犹豫了，不知道还要不要在这里待，是在这里待还是去沙巴？这里天气太热。这个工业区这块女孩子多是多，但是都不会说中国话，实在没法交流。这两天把我交流的真的太累了。所以这个找对象的话，很多人说中国话的是老油条，不会说中国话的才单纯，但是不会说中国话的很难交流，真的太难交流了。相处的话是很难的，是很费劲的。你遇到的这个人，他必须得有耐心。愿意给你用这个翻译软件在这里来交流。会说中国话的话，就是这个可能就像大家说的是老油条，
可能会现金比较多一点吧。但是现在我也很头痛，来了马上1个礼拜了，我感觉很多人都比我着急，说我来了这1个礼拜了还没找到，一点进展都没有的，所以我现在也很头痛。那你说我现在还要不要在这待？你发表一下你的意见。我意思你在这别待了，明天的话我意思是礼拜6，明天的话沙巴有一个相亲会，晚上，然后的话明天的话白天咱们回去，然后你在老街的话坐一个去沙巴的车，也不贵，5万越南盾就15块钱。去了的话你可以参加晚上的那个沙巴的那个相亲会，那个相亲会很大，在广场那边。还有的话你去了之后，他那边住宿便宜，一晚上的话也就是看5万6万，大概就是15块钱18块钱，不到20块钱一晚上。单间？你是住青旅还是住单间？单间。单间贵，单间。多少钱？单间的话最起码得70-80。你自己考虑。反正我建议的话，你就去那边。那边的话，你在青旅住的话，他那边的话人也多，而且他旁边的话有个大厅，人可以坐，有无线网，你可以在外面直播，你不一定要在里面直播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，就拍到这里，我休息一下，想一下，看看接下来怎么办。大家说我接下来是怎么办？还是继续在工业区这边待，还是到边境上去待着？好，我想想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